到你就是子欣哥哥，是不是？苏明宇，你现在花招是越来越多了。为了不和我解除婚约，现在在表演什么？李子欣，你胸口的那道疤是你10岁那年砸破了鱼缸留下来的，是我亲手给你包扎的。因为医治的不及时，所以留下了疤痕。我认的那道疤。既然你已经回来了，你为什么不跟我相认啊？苏明宇，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看到了我胸前这一道疤，准备了这样一个故事。我从小在国外进行角斗训练，我身上的疤可不止这一道。你要不要为我每一道疤都编一个故事呢？苏明宇，不要认为我跟你谈了一次条件，就可以跟我得寸进尺。妈，这么早叫我起来干嘛呀？你放出监控视频，制造苏明宇出轨的言论，被肖朗给扒出来了。他用韩总当枪使，提出要撤销你的职务。妈，您是不是都想好对策了？肖朗就是针对我们母子。那姓韩的那么乐意出头，那我就让他来个杀鸡儆猴。他也不干净，他吃回扣的那些账目，也该拿出来用用。多陪陪小雨，他现在可正是需要你的时候。妈，还得是您。听说了吗？肖总手下的韩总借酒店监控泄露的事情，提出开除负责那个酒店业务线的李子阳副总，结果自己反倒被扒出来了。他手下的团队常年吃回扣，全被清走了。我天！这回啊，肖总和高总之间的战役算是打到明面上了。苏总，苏总好呀。工作吧。如果肖朗真的是子欣哥哥，他为什么不承认？为什么要隐瞒身份？我一定要找到证明他身份的证据。肖总，我给您点了一份新品咖啡，花生燕麦拿铁，您尝尝。知道了。您尝一下，您要是不喜欢的话，我就拿去换了。你先放桌上吧，我一会儿喝。好吧。苏明宇真是想测试我呀！他如果是子欣哥哥，他一定不肯碰花生。他还记得我花生过敏。苏小姐，您找肖总吗？没事儿。肖总，这次全面清理，把咖啡喝了。啊？
后果放心没动。肖总，我能喝口您的咖啡吗？好啊。你说吧。这次清理虽然没能碰到高蕊那边的人，但是能够确定，高蕊有利用公司业务违法操作，只是被李子阳将所有证据都处理得很干净，账面上丝毫看不出任何破绽。先把他走账的几家海外公司锁定了，他要有动作，不怕没有破绽。好的，可惜本来这次想直接把李子阳解决了，却损失了韩总这个助理。狗咬狗罢，正好帮我清理门户。对了，肖总。有消息说，李子阳正在市面上进行至臻集团的股份收购。如果韩总他们的业务也被他们拿走，很有可能会变成他们主控至臻。没关系，他们绝对找不到一点股份。你还是盯着高蕊背后的资金来源吧。好的，肖总。还有，你盯着一点李子阳和苏明宇的动向。苏明宇手里有我们的股份，如果落在他们手里，就会有些麻烦了。好的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苏主。明天见，明天见。怎么还没走？我是您的助理，当然要等您下班了我再走。我还有个项目要谈，你可以走了。肖总，助理守则第4条，工作期间必须要寸步不离。肖总，您这次能来视察码头的改造工作，那真是我们的荣幸。希望这次咱们能够达成合作。码头改造计划是我们至臻集团十分重视的项目，今天也是亲自印证了孙总团队的能力，提前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哎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肖总，咱们再去那边看一下。走走。子欣哥哥，对不起，我只能用这种方式，我一定要确认你的身份。孙明宇。孙明宇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人啊！孙明宇。苏明宇。苏明宇。苏明宇。孙明宇。你有幽闭恐惧症，对不对？呼吸，呼吸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子欣哥哥，你摸我的脉搏，你摸这儿，呼气，吸气，呼
你就是子信哥哥，对不对？请不要再跟我开这种玩笑。那这个你看过的，我的日记里面有那么多我们美好的回忆，你都不记得了吗？你看。谁在里面？香郎，你知道那个地方能关人，你不敢吃花生，你会过敏。你胸口有那一道疤，你也有幽闭恐惧症，你就是子信哥哥，对不对？你不要拿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来给我编故事。那你为什么要翻开我的日记本？这里面这么多我们共同的回忆，对你来说都不重要了吗？今天好想妈妈，哭得很伤心。子信哥哥告诉我，我的妈妈变成了天上的星星，一直在天上陪着我。子信哥哥的妈妈也去了很远的地方，我答应他会一直陪着他，等他的妈妈。够了！不要再重复你编的故事，我一点都不感兴趣。你干什么？就算你不是子信哥哥，就算你不在乎我们之间共同的回忆，你也不能这样随意践踏别人视作珍宝的东西。子信哥哥绝对不会这么对我的。他不会，所以我也不是他。就算记忆崩塌，也会疼痛挣扎；就算光影落下，也是泪雨交加。独自蜷缩在角落，孤独住的折磨。是我错了，是铁石心肠的萧郎，不是我苦苦等待的子信哥哥。我重复着孤独，却假装不在乎，就让脆弱拥抱着我。小雨，爸爸向你保证，子信哥哥会回来的。高阿姨和子阳哥哥说，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我们替他守护好这个家，我们在这儿等他。相信爸爸，会有这么一天，子信哥哥会回来的。小雨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我想在家里找点东西，但我跟萧朗平时都一起进出，不太方便。你能不能把他给约出去？小事儿，没问题。上次跟你说的事儿，考虑的怎么样？我再给我点时间考虑考虑。好。就当做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最后再确认一次。如果事实真的如此，如果子信哥哥还是不愿意承认，我不会再等下去了。你约我过来，不是为了下棋的吧？那我就直说了。听说昨天萧总带着小雨去码头视察，出了点意外，我非常心疼小雨，所以买了点补品，拜托萧总帮我转交给小雨。我和小雨从小青梅竹马，早就心意相通了。要不是他父亲意外离世，你突然横插一脚，我们两个早就成婚了。这你应该和苏明宇说呀。苏明宇不是物品，任由你我来决定他的归属。我会跟小雨说清楚的，不过有些事儿，我还是要先跟萧总说清楚。如果他是子信哥哥，
一定有能证明他身份的线索。爸爸出事之前，肖朗为什么给这么多公司高层汇了款？既然你们已经解除婚约了，那就劳烦肖总，不要再纠缠他了。如果这是苏明宇的意思，你让他自己来跟我说。还有哪儿能有线索呢？苏明宇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不能进那个房间，你应该知道。为什么不能进？里面有什么秘密是不能让我看见的？苏明宇，我最近对你是不是太放纵了？你搞清楚，这是我的房子，你只是寄居在我家，不守规矩，我随时可以把你赶出去。我一直守在这里，就是为了等你回来。我等了18年，你都已经回来了，为什么不能和我相认？这是为什么？子信哥哥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难道你是回来报复我们的吗？小的时候，高阿姨和李子阳气死你，你失踪了，他们没有找你，你恨他们。那我呢？我爸呢？我们对你做了什么？你要这样对我？你真是个有趣的女人。我和你，和你爸都没有仇，我和高伟也没有，我只是为了利益。为了利益，就要伤害曾经最亲近的人吗？跟我亲近的人都已经死了。跟我亲近的人都已经死了。子信哥哥，你还有我。美珍阿姨要是知道你变成这样，她会难过的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，苏明宇？你不要试图用你编的故事来博得我的同情。你爸他就是罪有应得，这是他的报应。你如果想从我这儿抢回你的别墅、你的公司，就是跟我有仇。不要再纠缠我，离我的生活远一点。我们是仇人，我们只会相互毁掉对方的生活。你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小时候的事情你全都不记得了吗？我要记得什么？我根本不是他。你为什么不敢让我进去？你这么想知道里边的秘密是吗？你放开！我不要进去了。曾经我真的很希望你就是子信哥哥，因为我一直盼望着他快回来。现在我宁可你不是他，他那么美好的人，不可能变成你这样的恶魔。我不知道你口中的李子兴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但从今天起，你可以认定李子兴死了，他死了，我是肖朗。好，那从今天开始，我也不会再等着子兴哥哥，更没有必要
留在这个地方。就算记忆崩塌，也会疼痛挣扎；就算回忆落下，也是利益交加。独自小雨穿梭在角落我们之间隔着的仇恨永远不会消失。我宁愿你永远不必经历这份痛苦。走吧，我未来的道路充满着危险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能让你留在我身边。妈，小雨来了，你就踏踏实实在我们家住着，别有任何心理负担。我跟我妈一定照顾好你啊！早就说了让你来，你非要守着那个老房子。小雨，在公司做得不开心，阿姨可以帮你解决。阿姨，我想用我手里10%的至臻股份，跟您做笔交易。我只要设计部总监的职位，给我项目，我把我手里所有的股份交给您托管。这样一来，您现在手里的股份就超过小老了。这笔交易还可以吗？迟早都是自己人，谈什么交易不交易的？来，进屋说。走。阿姨想你搬来很久了。阿瑞，肖总，把苏明宇给我叫进来。这文件怎么整理的？分类标签也不贴。对不起，肖总，这几份文件是我整理的。苏柱今天提出辞职了，正在人事部那边做申请。上次看到你发给儿子的照片，真帅。谢谢夸奖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长治集团的财务总监。你好，你好。啊，幸会幸会。李明琴已经答应了，花园别墅的项目一定让肖朗完蛋。好，那这么一大笔钱就没白给。他去包了我好几家海外公司，业务全停了。这一次一定要搞死他。放心，妈。哎呦，小雨，这好酒量啊！雨伯伯，我再单独敬您一杯。哎呀，子阳，你这红袖添香的家人，可真是羡慕死我们了。真的很谢谢您之前对我爸爸的支持。我先干了，您随意。好酒量啊，我也干。小雨，我也敬你一杯，感谢你这么多年对至臻集团的贡献，也非常高兴你能为我助力。今天的你，让我刮目相看。我未婚妻的酒，由我来喝。你干什么呀？放开我！站住！肖朗，在我的场子就这么把人带走，未免太目中无人了。而且你和小雨的婚约早就已经解除了。小雨的传言，我从未在意。我和小雨也没有解除婚约，她仍是我的未婚妻。放开！放开！放开！你为什么不放过我？放你去跟那帮人喝酒，放你让李子阳骚扰你是吗？我只想告诉你，跟你吃饭的李明启李总，他是个唯利是图的人，他只看利益，从不念旧情。李子阳带你跟他谈生意，一定是另有目的。李子阳跟你只有生意。我的感情已经没有了，我只谈生意。如果你要谈生意，跟我谈更划算。
但是你要跟李子阳谈，那就是与我为敌。我们一直都是敌人。就算记忆崩塌，也会疼痛挣扎；就算光影落下，也是泪雨交加。独自蜷缩在角落，孤独住的折磨。就算思念成沙，也会密密麻麻；就算光影落下，也会苦苦牵挂。我重复着孤独，却假装不在乎，就让脆弱拥抱着我。苏明宇，这就是你的选择吗？宁愿做你最讨厌的事情，宁愿伪装自己趋炎附势。是啊，都是我，明明是我逼你走的，明明是我逼你放弃等待了18年的李子行。可是为什么我的心这么痛？这么多年我苦心经营，一心复仇，只想给妈妈讨回公道。我自诩孤独，无人相依，强迫着自己忘记你对我的好。这样铁石心肠的我不配得到爱，不配拥有你执着的思念。所以，终于连你也彻底的抛弃了我。肖总，出事了！金河集团的项目经理张弛突然联系不上，我们的资金全部被他转走了。携款逃跑？如果资金不能到位，花园别墅项目就会产生资金链断裂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您把最近有合作意向和准备投资房地产的公司整理给我，再去调查一下这个张弛的身份背景，见过什么人，卡在这么关键的节骨点出事，一定有人从中作梗。好的，肖总。李总虽然有点贪，办事还真麻利。花园项目经理携带全款消失了，过几天你找条船送他走。肖朗现在一定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让他一直为难我们，这次让他永远也爬不起来。肖朗这次一旦失败，会失掉所有威信。我们手上的股份加上苏明宇托管给我们的，足够赢肖朗。只要再有一笔资金，我们就可以让肖朗从董事长的位置上滚蛋。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海盛集团，这不是蒋伯伯的公司吗？妈跟蒋伯伯相识20年，再加上蒋伯伯的女儿 Lisa 和你年龄相仿，你们俩要是在一起，亲上加亲，海盛集团的资金将会是我们最大的后盾。哎，那苏明宇怎么办？他的股份全都在我们这儿了，也起不了什么风浪。不是，那还留着他干嘛？肖朗对他的感情很不一般，在我们扳倒肖朗前，苏明宇还是我们拿捏肖朗的筹码。我这个学生也好着急。肖总，肖总，肖总，没打扰您在上班时间休息吧？高蕊给你打造的不错呀。由于你在花园别墅项目中的重大失误，董事会一致决定由我来接手你所有设计部的工作。董事会决议是高蕊推动的吧？
苏明宇，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。我只是希望我爸爸的公司能够好好的开下去，不要因为你的个人失误，毁在你的手里。阿瑞，肖总，配合苏总监进行项目交接。阿瑞，啊，花园别墅的项目为什么会出现这么重大的漏洞？我必须要知道项目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。如实告诉我。苏总监，前几天您是不是和李子阳一起吃的饭？跟这个有关系吗？你们和李明启吃过饭，第二天李明启就约见了花园别墅的项目经理张弛，然后张弛就携款消失了。花园别墅的项目成败不仅仅对肖总影响大，公司的声誉也严重受损。肖总为了解决问题，已经连续3天没有睡了。跟你吃饭的李明启李总，他是个唯利是图的人，他只看利益，从不念旧情。李子阳带你跟他吃饭，绝对另有目的。你们和李明启吃过饭，第二天李明启就约见了花园别墅的项目经理张弛，然后张弛就携款消失了。爸，尝尝我泡的咖啡。不是献殷勤呐，什么事说吧。爸，你看，你对至臻集团还是挺关心的嘛。你高阿姨说过这事，可10个亿的资金不是小数，一定要投给自己人。我看得出来，那个李子阳对你有些爱慕。我感兴趣的可不是李子阳，是他，肖冷，至臻集团的新任董事长。哎，他可不是外人，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，我在国外这么多年最好的朋友。年纪轻轻倒是大有可为啊！要是能成为我的女婿，别说10个亿了，就是30个亿、40个亿，我都给他投。我听你高阿姨说呢，他们现在是遇上大麻烦了。哎，爸，有你在，那都不是麻烦，锦上添花有什么意思？我要的就是雪中送炭。妈，张弛安置在码头了，后天有船送他走。苏明宇在家，别聊这些。没事儿嘛，他压根儿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。哎呀，你跟 Lisa 多联系联系，他这次回国，肯定会帮他父亲一起打理生意，能跟他强强联手，那肖朗很快就可以滚出至臻。我知道，但是他一直不回我消息啊。再主动点儿。难道公司这么大的危机，真的跟高阿姨和子阳哥有关？张弛安置在码头了，后天有船送他走。要不要把张弛的事情告诉肖朗？不管是真是假，毕竟关系重大。肖朗，好久不见，你真是越来越帅了，快让我好好看看你。苏总监，苏总监你好，我是你们肖总的女朋友，你可以叫我 Lisa。Lisa 你好，我是你男朋友的前未婚妻。她就是你那个上过热搜的前未婚妻？肖总，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去忙了，不打扰二位了。
这些年你拿我当挡箭牌，挡住的桃花还不够多呀？我刚不就是开了个玩笑嘛。哎，对了，我看新闻上说你们俩订婚，紧接着就爆出他的出轨丑闻。看来你的计划进展的还不错嘛。好了，说回正题，我帮你查了，花园别墅项目逃跑的那个项目经理，他的女儿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在他逃跑的前一天把他女儿送出国了。很显然，是有人在背后操纵他，想利用他的女儿来拴住他，以此来控制你。我手里现在有10个亿的资金，很多地产公司现在都盯着我这笔钱，当然也包括你的竞争对手李子阳。你面临这么严重的问题，是我最不好的投资对象。但是要是没有这笔钱，花园别墅项目就会面临巨额索赔，你得负责，甚至被驱逐出指针。我知道，所以不到逼不得已，不会来找你。我帮你。那条件是什么？没条件，只需要给我爸爸一个交代。只要我们2个假装订婚，你就是自己人了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丽萨，我一直把你当成我最重要的朋友，我不能利用你的婚姻大事。那如果是我愿意呢？就算疾风，它也会疼痛挣扎；就算光影落下，也是离家家。独自蜷缩在角落，孤独无助的折磨。遗失的时间，你反复的试探，习惯了谎言，真相越来越远，心跳加速，控制不住，深陷其中，如何结束？